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大家有没有发现，曾经称霸网购世界的支付巨头 PayPal 现在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当大众以为其地位无可动摇时，高盛证券却在最新报告中泼下冷水，坚定维持卖出评级，并预言股价将跌至$41。这背后最致命的武器就是 Apple Pay 凭借 iOS 生态系发动的硬核竞争。当 PayPal 核心品牌结账市占率流失，旗下被寄予厚望的国民支付软件 Venmo 真的能靠着降价割喉弹包母公司收复失地吗？今天我们带你拆解这场数位支付战场的残酷真相。高盛指出，虽然 PayPal 预计在2027年初正式重组为三大披露板块，品牌结账、Venmo 与消费端以及母品牌支付，这能显著提升营运透明度，但其分类加总估值法依然显示股价存在下行风险。高盛的核心观点是 PayPal 的命脉在于利润率极高的品牌结账业务，这部分贡献了超过 70% 的交易毛利。然而，随着 Apple Pay 在行动端的不断蚕食，核心利润池失血的根本性问题无法透过调整报表来解决。此时对 PayPal 的复苏抱持过度乐观，显然低估了竞争壁垒的流失速度。我们来拆解高盛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数据与逻辑。首先是品牌结账板块遭到 Apple Pay 的市占率挤压。高盛指出，品牌结账是 PayPal 最主要的利润引擎，占据交易毛利 70% 以上，但在行动购物场景中， Apple Pay 凭借免密码、极简解锁的无缝体验正迅速啄走消费者。华瑞认为，这是一场生态系层面的降维打击。当苹果将支付工具深度嵌入数亿台硬体终端时， PayPal 的网页端优势被逐渐瓦解。核心毛利率的萎缩是不可逆的结构性趋势。其次是 Venmo 在消费端面临的货币化瓶颈。高盛报告显示，虽然 Venmo 作为全美国民级点对点转账软件拥有庞大用户，但其面临激烈的市场割喉战。为了提振用户成长并促成商家支付， Venmo 必须持续进行费率补贴。华瑞认为，这代表 Venmo 陷入了空有流量却难赚钱的尴尬境地。在高昂的推广成本与降价压力下， Venmo 的利润率空间极为有限，根本无法填补母公司品牌结账业务下滑的巨大缺口。最后是无品牌支付板块的低毛利陷阱。高盛指出， PayPal 旗下的无品牌支付业务虽然交易量极高，但该领域属于高度同质化的红海市场。华瑞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结构性陷阱。母品牌支付的市场定价权极弱，毛利润率仅有极个位数。即便这部分业务在短期内营收增速亮眼，但由于利润含金量极低，不仅无法改善整体企业的获利品质，反而会持续稀释整体的交易利润率。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目前最容易忽略的关键细节是透明度提高与核心估值重置的时间差。许多分析师认为2027年实施的三大板块新揭露是利多，因为这将让投资人看清无品牌支付与 Venmo 的独立价值。然而高盛警告，这种拆解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加透明度的同时，会向市场赤裸裸地揭示其核心品牌结账业务的真实萎缩速度。当市场发现高毛利板块的衰退速度大于预期，且无法被其他低毛利业务挽救时，将会引发更深一层的估值重置。这是乐观散户最容易踩中的认知盲点。面对 PayPal 的竞争危机，投资人该如何思考配置？华瑞认为需关注两个核心维度。第一，必须认清技术便利性与生态壁垒正决定支付行业的生死。传统依靠网页端优势的第三方支付厂商，其护城河正被系统级支付工具瓦解。第二，不要被高成长但极低利润的无品牌支付数据所迷惑。我们应将 PayPal 每季品牌结账业务的毛利率衰退速度，以及 Apple Pay 在主要电商平台的渗透率，作为评估该板块景气度拐点的最核心指标。总结来说，高盛这份报告为我们揭开了支付巨头 PayPal 繁华背后的凋零真相。70% 毛利依赖的品牌结账正被 Apple Pay 降维打击，而 Venmo 仍深陷利润率压力的割喉战。在全新的数位支付时代，看清生态系壁垒的强度，避开没有利润支撑的流量幻觉，才能做好最理性的资金防御。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